我是君令，这是我的写字频道君令学堂，欢迎在频道中和我一起学习。如果你喜欢这则影片，记得赶快先帮我按个赞。订阅频道的好处是，每个礼拜都有免费的最新课程可以接收。你可以在留言栏中留下你观看影片后的任何想法，或是需要我帮忙解答的问题，我都会仔细的观看，并且呢，一一帮大家解答哦。也许你的问题有机会变成某一集的课程内容呢。上一集跟大家分享撇捺在上方时的处理方式，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大家？连结我放在资讯栏，可以自己点去看哦。这一集要再继续跟大家说明，如果撇捺在字体的中间时，又该怎么做？如果你看完了之后觉得意犹未尽，那么请在留言栏中留言想看撇捺在下方的教学，我就会帮大家完整归纳撇捺在字体3个不同的地方书写的方式有什么异同，让你一次搞定撇捺哦。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课程吧。撇捺在字中经常被当成是主笔，那既然被当成是主笔，就要是字体中最为被伸展的部分。我们现在在画面上有看到3个字，这3个字都是属于撇捺在中间的字。那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3个字，能不能看出这3个字在书写上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撇捺在字的中间时必须变成是主笔，因此它必须刻意的被伸长。所以以上3个字为例子的话，在伸长的部分它们都显得太短了一些，所以我会再把字体的撇捺部分再做伸展。好，3个字的撇捺部分都略显太短，所以3个字的撇捺部分我们都可以再伸长一些，让它延伸，更有成为主笔的架势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这3个字。画面上这3个字已经修正了刚刚我所提出来的部分，也就是在撇捺伸展的部分已经得到了良好的发挥。可是呢，紧接着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撇捺高低的配置哦。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字，不约而同的都将撇捺的高低位置配置成撇高捺低。我们来观察一下它们结尾的位置停留在什么地方。餐字也是撇高捺低，养字撇也高于捺。这样子的撇捺配置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感觉呢？请大家仔细的体会感觉一下，字体是不是像我所说的出现了向我们的右下倒去的感觉呢？当我们的捺画下得比撇画高时，捺画会整个显得很沉重，会把我们的字体向我们的右下拉去，就会形成倒向右下方的这样子的现象哦。好，所以第2个部分我们要再来修正一下撇捺高低位置的配置。既然撇高捺低是行不通的，字体方面就无法产生稳定的效果，那么我们就要修正一下咯。我们要怎么修正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撇画停留的位置比较下方，而捺画停留的位置比较上方咯。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字有没有都修正我们刚刚所提出来的2个问题了。第一个，撇捺伸展的部分，撇捺都得到了适当的舒展，也都恰当的扮演好了主笔的角色。那我们现在再看第2个部分，也就是撇捺高低的位置。好，我们点出的红点就是撇捺结尾的位置，我们也都看得出来。这时候捺画跟撇画比较它们结尾的位置，撇画的位置稍低，捺画的位置稍高，这样子的配置之下，我们的字体的状态就会比较稳定咯。所以撇捺在中间时，我们能就必须做到撇低捺高，并且撇捺伸展这样子的原则哦。那么如果再仔细观察撇低捺高的状态，我们会发现撇画只是比捺画稍微的低一点点，来帮助平衡字体达到稳定哦。好，那么说明完了撇捺在中间的书写规则后，接下来
我们要来教大家写养这个字，希望透过影片的说明，我们不只能够理解应用硬笔书法书写的原则，更能很快的借由范字的书写以及自我的练习之下，让自己硬笔书法书写的能力也得到快速的提升哦。好，紧接着呢，就来教大家写养这个字哦。养这个字呢，它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上面的空间比较小，因为上面的笔画比较少，下面的比例比较大，因为下面的笔画比较多。那么我们首先会先写点跟撇这两个笔画，点撇中间会有一些小小的空隙，我们不会把点撇靠在一起，这样子的话会显得笔画比较拥挤。好，接着我们会再写横画的部分咯，我们会写3笔的横画。那这3笔横画呢，创造出来的横向的空间会跟我们下面创造出来的横向空间也大致是相等的高度哦。所以我们的横向空间不是只有上半部分比例自己来看，还必须连带着下半部分是视觉上面都要呈现相等的哦。好，再来我们就要选择撇跟捺的书写的角度咯。好，撇跟捺书写的角度必须做到第一个对称，第二个撇低捺高。那我们就依照这2个原则下去做书写。那我们就先写一个撇画咯。你现在所写出来的这个撇画，就是等一下你要下捺画的基准，所以第一个撇画撇出去的角度，心里就要先估量好。然后接着我们要做我们的捺画了，我们的捺画必须依循我们撇画的角度去书写，所以你在书写的时候，首先就要书写出跟撇画差不多对称的捺画。除了这样之外，还必须留意捺画的结尾要高于撇画，也就是撇画的结尾必须低于捺画。好，那我们就要书写捺的部分咯。好，制造出了撇低捺高的状态之后，我们再继续去往中间的笔画做书写。中间我们再书写一个短横，那短横要下在什么位置呢？就用我们刚刚上面所创造出来的横向空间的高度去做横画它的横向空间的估计。好，估计差不多的高度之后，下一个短短的横画，然后呢我们再下横折。好，横折又会再切割出2个横向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刚横折会停在这个地方而没有继续往下走，因为在刚刚书写横折时，眼睛就开始在计算要留下是刚刚上面这个空间的2倍距离。好，接着我们再写竖，然后钩。好，写完了竖钩之后，接着我们要写一个撇咯。撇我会从这个角度穿入，然后再写一个点，再从这个角度穿出，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养这个字了。那我们再来仔细跟大家说明中间这个撇跟点以及竖钩之间角度的关系咯。所以我们稍微把它移到旁边来，在这个地方再做一个细节的说明。竖钩钩出来之后，我们接着下一个撇。好，我们来观察一下哦，撇的角度要下是有学问的哦，可不能跟这个竖钩撇在同样一条线上，所以我们稍微让它穿进来内侧一点点，这样子就不会跟这个竖钩写在同一条线上咯。好，那我们接着呢再写点。点呢，为了把中间这一大块非常大块的留白做一下切割，所以我们会从下方再慢慢的穿出，然后写出点画，这样。好，所以整体而言，我们的留白就会得到非常适当的切割，让我们在字体书写的时候，可以把空白的部分做一个相当好的处理哦。算算这集影片竟然已经是第29集了，真不敢相信这个小小的频道能够有机会发展到现在。其实影片常常都有难产的危机哦，拍不出来是常有的事，
但是时间一到，很神奇的是，影片又被生出来了。想要邀请一直在频道中潜水的老朋友、新朋友浮出台面来帮我打打气好吗？我想我应该是写字频道中最爱说自己快拍不出影片的人吧。还想要君令陪你在写字路上一起努力吗？快快留言告诉我吧。最后整理了养字的书写规则，这个我可是留给能够看到最后1分钟的人才有的福利哦。希望这份礼物能够在你学习写字时帮上一些忙。我们下次见，拜拜。